2026年第一季度刚刚结束的时候，有人做了一个统计，2部剧，将近1年的拍摄周期，不到3个月全部播完，2部加起来正片总播放量将近12亿，没有平台托举，没有黄金排播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热搜。这个人叫谭松韵，而今天2026年5月31日是他的生日。如果你是他的观众，你一定想知道这一年他是怎么过来的。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，在娱乐圈里有一种东西叫雨 quote， 天龙人雨 quote， 就是那种背后有大平台力挺，档期好，资源多，随便一部剧出来热搜就能铺满屏幕的演员。谭松韵不是，他是那种每次都要打逆风局的人。而你们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这个，他打出来的每一场胜仗含金量才格外不一样。我们从头说起。谭松韵1991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，一个标准的川妹子。2005年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，那年她才14岁。后来因为《甄嬛传》里一个配角被更多人看见，再到2016年最好的我们，他饰演的耿耿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千万年轻人的心里。那个耿耿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偷偷看着余淮，脸红了就把头埋进书本里，是多少人青春记忆里的影子。谭松韵把那种又怂又勇的少女感演得活灵活现，自然干净，没有一点用力的痕迹。从那以后，她身上就贴上了一个标签，邻家妹妹，甜、纯、青春。但标签这种东西戴久了会变成枷锁。2019年的《锦衣之下》，她开始往悬疑古装方向走。2020年的《以家人之名》，她演一个缺失家庭关爱的女孩，走心到让观众跟着哭。2022年入围金鹰奖提名，她一直在走，一直在往外突破，但外界的印象依然还停在那个耿耿身上。甜妹、少女、邻家感，这顶帽子他摘了好多年，还没完全摘掉。直到2024年底，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2024年11月，《蜀锦人家》在优酷上线，谭松韵在里面饰演季莺莺，一个从小遭遇家变，靠蜀锦手艺闯荡江湖的女子。这部剧的反应有点出人意料，一边是喜欢的人说，谭松韵把那种活泼劲儿，那种打不倒的韧劲演出来了，看她出招斗恶少，搞盲盒营销，真的好带劲。另一边是觉得不适应的人说，古装台词的感觉还差点火候，有些地方还是现代剧的腔调。评价分了2极，但谭松韵没有停下来，她已经在拍下一部了。就在那年冬天，逍遥悄悄杀青，等待播出。2025年12月27日，逍遥正式上线，央视8套、爱奇艺、优酷3平台同步。谭松韵在里面饰演逍遥，一个生性洒脱、因变值满点的少女，在人族与妖族的纷争里被命运卷进了一场巨大的漩涡。这一次，她身边的男主是侯明昊，演绎万妖之王，还有赵丽颖友情出演，这个阵容说出来就足够让人期待。逍遥这个角色有意思，她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女主，也不是哭哭啼啼等人救的类型。她就是那种你欺负我，我反手就给你一个措手不及，还笑嘻嘻的那种女孩。观众很快就被她拿住了。截至2026年1月，逍遥在爱奇艺站内热度峰值破8287，猫眼全网有效播放量 7.7亿。在2026年第一季度所有古装奇幻剧里，正片播放量排名第一。如果你以为这是谭松韵这一季最好的成绩，那你猜错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，记得点个赞，让算法帮我们把它推出去。逍遥还没播完，我的山与海已经在等着了。2026年2月28日，一组剧照突然出现在微博热搜榜首，短短2小时，话题阅读量破8.2亿。网友们看到那组照片里的谭松韵，不是古装，是一件80年代风格的格子衬衫，背着一个旧皮包，站在贵州山野间的田埂上，一下子就怔住了。这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样子。这个角色叫方婉之，一个70后的西南山区女孩，从贵州的大山一路跑到深圳的海边，在时代的浪潮里学着游泳，
学着不被淹没。改编自梁晓声的原著《我和我的命》，央视8套黄金档，出品方包括中央电视台和优酷。这个规格说明这部剧的品质审核已经通过了最严格的那一关。2026年3月7日晚上7点半，《我的山与海》准时开播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很多人都没想到。开播首日，酷云实时收视率峰值达到 2.7397%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同时间段，每100台打开电视的机子里有将近3台在看这部剧。还没结束，随着剧情深入，方婉之和养父孟思远、生父何永旺2条父女情感线同时展开，剧情节奏越来越紧，观众的情绪也越跟越深。收视率峰值一路拉升，最终破3，精确数字是 3.0508%。这是2026年央视8套第一部实时收视破3的剧集，也是整个第一季度央8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。剧里有一场戏，谭松韵在听搭档王劲松诠释剧情里的父女情分时，当场哽咽。王劲松事后说，他讲的时候根本没预料到这个反应，但他也懂，演员听到触动自己的东西，眼泪是骗不了人的。方婉之在异乡的第1个、第2个、第3个春节里，那种心里空落落的感觉，谭松韵是真的找到了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是被哪一个场景击中的？2部剧打完逆风局，谭松韵的成绩单是2026年 Q1 古装奇幻剧正片播放量冠军，2026年3月电视剧正片播放量冠军，央8 Q1 收视率第1， CVB 集军首破2，全网话题阅读量破10亿，全都靠自己。你知道最让我触动的是哪一点吗？是那句粉丝写的总结与 quote， 没有平台托举，没有好的档期，没有排播优势，2部剧热搜加起来不如其他剧营销的零头。每次都是主打逆风局，有这样的成绩，全靠自己争气。与 quote 这句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。娱乐圈里，我们见过太多靠资源叠出来的爆款，见过太多靠营销刷出来的热度，也见过太多明明没什么含金量却占尽流量的名字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用实实在在的作品数据说话，用观众愿意打开电视守着看来回应，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方婉之从贵州的山走到深圳的海，用20年的时间证明，坚持不是口号，是每天早上醒来还是决定再努力一次。谭松韵也是，从那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耿耿，到杀进古装赛道的季英英，到洒脱应变的逍遥，再到今天踏着时代洪流往前走的方婉之，这条路不是直线，有起伏，有评价分歧，有挫折，但他没有停过。而就在今天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，还有一部剧在等着他，《兰香如故》。改编自经典言情小说《兰香园》，谭松韵饰演许兰香，搭档刘学义。拍摄期间，据说剧组的横店夏天格外热，他每天收工都汗透了衣服，但他还是在片场不断翻剧本，找人物，打磨每一场戏。那个叫许兰香的女孩的故事还没有揭开，但我们已经知道一个认真的演员在背后做了什么。我想用最后的时间说一件事，在这个行业里，与 quote 自己争气与 quote 是最贵的东西。资源可以给，流量可以买，档期可以争，但那种不靠外力，用一场场戏积累出来的观众信任，没有办法用钱换，也没有办法用营销造。它是演员和观众之间最真实的那条线。谭松韵用这2年告诉我们，那条线他一直在守。2026年5月31日，生日快乐，谭松韵！愿你的笑容永远那么亮，愿你心里那片干净的地方永远不被尘埃染上。下一部剧，我们在剧场等你。如果你也是谭松韵的观众，留言告诉我哪一个角色在你心里留下来了。我们下期见。